都说当保安少走30年弯路，但我直接少走60年，因为我应聘的是凶宅保安。别睡了，小子。3条规矩，记好了，保命。第一，凌晨1点到3点，绝对不要坐电梯。第二，13楼住着一个喜欢穿红衣服的女人，她跟你说话，千万别搭理，一个字儿都别回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，乱七八糟的，唬我呢？第三，要是看到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在楼道里游荡，立刻假装没看见，记住了没有？为了防止新人偷懒，编这么离谱的规矩，像话吗？还有，咱们这片都快拆迁了，你一个应届大学生来应聘什么保安，瞎胡闹！这不是想少走30年弯路吗？总之话已经带到了，要是出了事儿，别指望有谁能救你。交班了。好嘞，您慢走。怎么样？第一天上班适应不？别提了，组长跟个神棍似的。不说了，来人了，欢迎业主回家。奇怪，你有看见我的猫吗？什么猫？妹子，大晚上的可不兴这么穿啊。人呢？什么脏东西？给爷爬！我很脏吗？我去，这么美！找猫就找猫，大晚上的能不能别这么说话？吓死宝宝了。行了，你要找什么样的猫？一只黑猫，它叫元宝。行，我帮你留意，看见了给你送过去。你住哪一层？你是新来的？今天刚来。上一个也说要帮我留意，但是他骗我。你不会骗我吧？多大点事儿啊，至于吗？妹子，你放心啊，找到了肯定给你捎过去。谢谢，你人真好。我住13楼。13楼是吧？行。13楼住着一个喜欢穿红衣服的女人，她跟你说话，千万别搭理。什么情况？你赶紧找个借口走人，那公寓邪门的很。去年那里有个保安凌晨死在电梯井了，到现在都没查出死凌因。晨1点到3点，绝对不要坐电梯。死了。而且我还听说，那个保安临死前一直说有红衣女鬼在索命。真的吗？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？真的，来不及跟你多说了，明天我就去找你。这信号不好，我先挂了。什么破打火机？
小东西，下次别被我逮到。我操，有鬼！我看你像个鬼。马经理啊，你咋走路没声儿？吓死我了！我养你是让你吃干饭的。业主忘带门禁卡，在那儿等半天了。我马上去。不好意思。白裙子，这该不会就是老保安说的那个女人吧？他的影子没有头。胡说八道！一个大活人，影子怎么可能没有头？刚刚你擅离职守，扣100工资。别啊，经理，我那是去帮人家找猫了。猫？谁让你找的？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。她是不是让你找一只黑猫，叫元宝？对，你咋知道的？那个女的早就死了。经理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她死没死，我能看不出来吗？你是我招进来，我有必要骗你吗？您不是在开玩笑。像阳光公寓这样的老破小，干保安1个月8000，你觉得可能吗？要不是闹鬼，这好事能轮得到你？闹鬼？你以为你看见了红衣女尸，人早没了。你搞错了吧？我刚刚看她还活蹦乱跳的呢。信不信由你。经理，咱们这小区阴森森的，还到处都是死动静，说不定是有人在搞鬼啊！我帮你把他揪出来。你要是能揪出来，我给你1万的奖金。我看好你。我看这个红衣服的妹妹就有点问题。既然马经理说红衣女早就死了，那她的住户信息肯定消了。找到了，13楼有3个空房间没人住。红衣女如果真的已经死了，屋里肯定没人。凌晨1点到3点，绝对不要坐电。老李说的怪吓人的，不过这会也才10点，不要紧吧？让让，让让。哦。1301、1302都是空的。谁这么在楼道里烧纸钱？先看看1304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房间明明写着没人住，屋里面却有这么多东西。这不是空房吗？我就在这里啊！你为什么就是不能看我一眼？有人吗？我是保安，需要帮助吗？声音从哪儿来的？我明明听见了。我就知道。果然有人在搞鬼。一个破录音，糊弄谁呢？谢谢你答应帮我找猫，这个送你。我被一个女鬼送了肉干。我不是鬼，不信你进来摸。你真的是人？有时候是，有时候不是。他们都说
我这儿有问题。老保安说不要搭理红衣呢，原来是因为他有精神病。可马经理为什么要说他已经死了呢？你不吃吗？哦，谢谢你，还是尽量别刺激他，都顺着他走吧。哦，好难吃！你这什么时候买的？都过期了吧？没有过期，这是我刚做的。你还会做肉干？用什么做的？这个这是阿飞的肉。阿飞，是谁？阿飞是元宝以前捉的老鼠，元宝太孤单了，我想让阿飞跟他一起玩。结果元宝好像不想跟阿飞做朋友，阿飞被他咬死了。原来是老鼠肉，我还以为是……等等，猫和老鼠做朋友，拍动画片呢，这娘们儿太邪了，果然不能搭理。那个小姐姐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还要值班，就先回去了。嗯。马经理为什么要骗我？这对他有什么好处？喂，臭保安，快给老子开门！嗯，谁呀？刷卡。老莫呢？我是新来的，麻烦您出示门禁卡，或者报一下门牌号和业主姓名，我核实。一个看门狗跟老子要证件，你配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小子，你挺虎啊！老子住这3年，从来没被拦过。哪个保安见了老子不是点头哈腰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哥们儿，你要是没办法证明自己是业主，抱歉，此路不通。602，李威，快点滚去查！行，我确认一下。李威是吧？602，我找找。找着没有啊602。是他，奇怪，难道之前看到他的影子没有头，是我看错了？都这么晚了还出门吗？美女，这么晚了去哪儿啊？要不要哥哥陪你？你在跟我说话？这大街上还有别人吗？走，哥哥请你吃宵夜。我不想出门了，我要回家。好啊，好啊，妹妹住哪儿？我送你回去。等等，我还没核实你的租户信息。滚一边去！别坏了老子的好事儿！白衣女不会也有精神病吧？这大哥是在犯罪啊！管我什么事？说不定人家你情我愿的，还是少管闲事好了。就去看一眼，要是他不喊救命，我就回来。救命啊！哎，怎么是男的在喊救命？不对，这时候还管什么男的女的？住手！小姐姐，刚才那哥们儿呢？谁？就刚刚那个男的，跟你一起过来的。他走了。怎么走的？他会飞。这番茄酱弄得还挺逼真。就是血。这血哪里来的？你怕我？
老子可是保安，还怕你一个小姑娘？那为什么你在发抖？之前在门口，你是不是看到我的影子没有回？你怎么知道？还是被发现了，真可惜。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？什么意思？原本准备留你一命的，现在看来是不行了。什么情况？哎，我那么大个门呢？你逃不掉的。完了，不是异形，中式恐怖。老子遇到 BOSS 了！开门呀！我知道你在里面。找到你。不是说了吗？不要进电梯。怪物，你别过来！看来小爷我今天是死定了，人类同胞一定会替我复仇的。起来，别在这儿等死。什么意思？死之前还要玩弄我？士可杀不可辱。我没事杀你干什么？看到你我就都明白了，你不让人坐电梯，肯定是怕人碰见你是怪物的秘密。现在我已经撞破了，我还能活。你为啥说我是怪物？正常人哪能那样？我那是外加横练功夫，清玄贯天师的基本功。啥玩意儿天师？你在这演短剧呢？小子，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刚刚在外面弄点脏东西了。脏透了。阳光公寓的怨灵数不胜数，若非我每天都来这儿坐镇，压制怨气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结果你倒好，一头扎进来，差点把我的法阵冲散了。行了，说吧，你碰见谁了？白面连叉还是游魂小鬼？那是什么？你就直接说他的特征。穿白衣服的，没变身之前长得很漂亮，变身之后2个眼珠子黑黢黢的。没见过这号人物啊，又来新鬼了。坏了，你已经被他标记，逃不掉了。那咋办？我还是要死呗。跟我走，记住，一会儿不管看到什么，别出声，别乱跑。
离怎么这么近？别乱看，跟着我。站住！别看，那是收租客，你看他一眼，他就会跟你要房租，你的命就是房租。怨婴的哭声别多听，听久了会被缠上。嘘，这只是小把戏，真正的麻烦还在后面。好了，跟我走，别掉队。进去。这里死气极重，能粉刷标记。你待在这里，白衣女就找不到。当然，你想死我不拦着，我得去引开她。记住，不管听到什么声音，都不要开门。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？疼，好疼！李锐，你爱我吗？圆圆，是你吗？李锐，你怎么了？经理，看看现在几点了？身为保安，却擅离职守整整1晚上，还睡到业主家里去了。你到底在搞什么？还想不想干了？经理，你听我说，昨晚出大事了，有鬼啊，真的有鬼，他还杀人了。胡说八道！我亲眼看见的，就那个穿白衣服的，他裙子上全是血，他还想杀人灭口，拎起那么长的刀就追着我赶啊！要不是老保安，我就小命不保了。等会儿，老保安是谁？老李啊，他说他都在这儿工作10几年了。公寓里只有你一个保安。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，但他绝对不是这个公寓的保安。别装了，经理，我都跟老李见过了。在哪儿见的？昨儿签完合同我就去保安亭了，老李就在里面啊。你还说红衣女死了呢，我昨天又遇见她了，人身上是热的。经理，你再这么神神叨叨，我可就要怀疑你神志不清了。是你自己神志不清，昨天还信誓旦旦说要抓鬼，今天就跟我玩封建迷信。李锐，这份工作你要是不珍惜，有的是人愿意干。这回是真糊涂了，我可是高等职业技术大专生，怎么感觉这会儿脑子不够用呢？算了，先回家吧，睡一觉就好了。李锐，你是？李锐，你混蛋，装不认识是吧？你跟我装什么算呢？美女，虽然你挺漂亮的，但我真的不认识你。阳光公寓这么可怕吗？待了1晚上脑子就坏掉了。我就是圆圆啊，我们昨天才通电话。李锐，你真不认识我了吗？开什么玩笑，圆圆不长这样。我不管你为什么冒充圆圆，再敢胡言乱语，我就不客气。你是不是生病了？发烧了？还是昨晚没睡好？李锐，我们先回家好不好？李锐，
你听我说，你可能遇到了很多奇怪的事情，被吓到了。但是，你看看我，摸摸我，我是真实存在的。别碰我！你到底怎么了，李锐？怎么会不认识我呢？你是谁派来的？圆圆在哪？你们把她怎么了？李锐，你摸摸自己的额头。好烫。你在发高烧，所以脑子才会乱。我不会害你的，你让我带你去医院好不好？李锐，你别吓我，我们先回家好不好？又跳闸了。还愣着干嘛？进来呀！我给你买了新拖鞋。肯定又没好好吃饭。我给你煮碗面吧，西红柿鸡蛋。第一次下厨，不许说不好吃。这个是我服务。手机里有跟圆圆的合照，只要翻出来，就能证明她不是圆圆。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不对，照片肯定是被换了，视频换不了。李锐，你尝尝这个。李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跟我说说话好不好？别吓我。不管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们一起弄清楚，好不好？你能不能跟我说说我们的事儿？比如怎么认识的？我好像都忘了。我们是大二在食堂认识的，我排在你后面，你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说：“同学，请我吃个饭呗。”就是这句。那次你忘记带饭卡了，让我请你吃，我当时就想，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？后来我们加了微信，聊了3个月，你才敢约我出去看电影。流浪地球。你想起来了？我累了，先回去睡觉了。醒啦，快去洗手，饭马上好。圆圆，嗯，没什么，我就是想起来大一那年冬天，我买不到票，春节回不了家，你一直陪着我在外面租房，还要洗衣做饭，那段时间辛苦你了。只要跟你在一起，做什么我都开心。不过我记得咱们好像不是租房吧，是住在我舅舅家里。我舅舅去国外了，房子一直在江市留着没人住，咱们就去住了1个月。可能是我记混了吧，我出门了，明天回来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公寓啊，我得上班。你还要回那里？总得赚钱吧？去了1晚上你都魔怔了，不行，我不同意。等我这个月工资一结，就辞职找别的工作。他刚才在试探你，幸好我在。没事，他最近精神那么恍惚，就算我说记不清了，也不会追究的。他在家就交给你了，我回公寓继续盯他，务必确保他能想起那件事。舅舅放心。他刚才说的哪年冬天？具体年份不知道，只说了大一。他们大2才认识。圆圆绝对是假的，她是谁？为什么要接近我？不对，我好像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。
果然不在，所以我没看错，这房子至少空置3天了，李薇一直没回来。这么说来，那个白衣女人难道真的下了杀手？我现在该不该报警？李瑞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这是住户的房间，你怎么能随便进？像什么话？赶紧出来！你来的正好。你怎么笑起来怪瘆人的？昨晚发生了太多事情，我的脑子都乱了。但现在我清醒了。在检查602之前，我去2楼跟3楼检查了一圈。别看，那是收租客，你看他一眼，他就会跟你要房租，你的命就是房租。收租客是吧？要我的命当房租？房租是吧？来，你让他收我房租。来，你跟我来。怨婴的哭声别多听，听久了会被缠上。我不管你是谁，有什么目的，再敢在我面前装神弄鬼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哟，你是瑞哥吧？你认识我？我是新来的，马经理都跟我说了，我叫赵明，叫我小赵就。兄弟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昨晚没睡好。有点儿。那你去歇着，我来看岗。马经理说了，咱们2个以后互相照应，好好工作。行。这地方遇见个正常人还真不容易。行了，小赵，你应该到了交班的点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回去，瑞哥，现在正是精彩的点儿。什么意思？瑞哥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来这儿当保安吗？还能有什么原因？不就是混日子吗？哥，跟我来，给你看点好东西。来这儿干嘛？别急啊，瑞哥，保证让你不虚此行。这是我自己装的，独立系统，不联网，不存档，不留任何记录。你装这个干什么？看好了，瑞哥。疯了！咋了？都是男人，看看美女咋了？之前我就发现了，这小区虽然又老又破，美女质量出奇的高。可这是违法的！等等，他是……怎么样，够劲儿吧？为了装这个摄像头，我可花了不少心思。疯了，都疯了！这破地方就没一个正常人。正看到精彩的呢，你这是要坐牢的！装什么装？你这么年轻就来当保安，难道是为了那3瓜2枣的工资？在楼里我可发现了不少隐蔽的摄像头，你敢说不是你装的？我没有。行行行，你最道德，只有我不要脸，行了吧？多美啊，皮肤白的跟瓷一样。这种女人，平时你在大街上能遇到吗？能多看1秒都是赚的。你他妈有病！要看你自己看。假清高。本以为难得来了个正常人，又是红衣女。现在来看，她是100%有精神病。你找到我的猫了吗？还没呢，会帮你留意的。这个给你。不用了，谢谢。
我最近减肥，你不胖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先回去休息。猫的事儿我会留意的。你一定要帮我找到的。元宝很孤单，我也很孤单。我能证明老保安是假的，就能证明白衣女也在装神弄鬼。怎么这么困？这是电梯在报警。喂喂，能听到吗？你是不是被困在电梯里了？告诉我你在几楼。我的眼睛不见了！瑞哥，是你吗？瑞哥，救救我，我看不见了。哥，你还在吗？瑞哥，求求你，带我去医院，我不想死，救我！瑞哥，你别走，我求你了！为什么不救我？我恨你！我恨你！谁？大半夜不睡觉，就琢磨什么呢？经理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大呼小叫的，怎么回事？小赵他眼睛被人挖了，你说什么？眼睛2个都没了，全是血。他在电梯里，我亲眼看见的。没发烧啊？你是不是又看见什么脏东西了？不是脏东西，是真的。小赵他就在电梯里。带路。他就在里面。你说他在电梯里，那你出来到现在电梯门关着？我从楼梯上下来的。不可能，刚才还全是血。他的眼睛明明在这儿。小赵在监控室，我半小时前刚见过。什么？他说你精神不太正常，让我来看看你。小李啊，你是不是最近总觉得自己记不住事儿？什么意思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就是你记错了？要是身体不舒服，就回家休息。不可能，我亲眼看见的。演完了吗？我没演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小赵他够了！李锐，我招你进来是看你是个大学生，脑子灵光，能干事儿。结果你呢，上班第一天擅离职守，第二天睡在空置房里当自己家，现在更离谱，大半夜的把我叫过来，说同事被人挖了眼珠子。哼，人呢？血呢？你告诉我。
我真的看见了，经理，你信我，小赵他满脸都是血，他在地上爬，抓着我喊救命。所以你就跑了。你说你看见同事被害，你不报警，不叫救护车，你跑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好骗？可是我当时被吓到了，这也不能怪我呀。那画面谁看都迷糊，我真的没有骗你。你想想，我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就是想好好干这份工作。我那个女的咋就死了？有鬼啊！真的有鬼，他还杀人了！胡说八道！又想说什么？昨天我跟你说死人了，你为什么一点不报警？我在这破地方干了3年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没见过。要是每次都大惊小怪，早进精神病院。可那是人命啊！你亲眼看见他杀人了？没有，但那不就行了？我最后跟你说一次，这里确实邪门，你要是接受不了，趁早走人。我们以前真的不认识。什么意思？我忽然觉得，看你有点眼熟。你该不会以为这一切都是我在搞鬼吧？难道不是吗？不是你算个什么角色啊？以为自己几斤几两，值得我浪费时间陪你玩恶作剧？行了，我懒得跟你掰扯，不想干就早点滚。瑞哥，经理，你们杵在这儿干嘛？你的眼睛，我的眼睛咋了？瑞哥，你的脸咋这难看？见鬼了！这就是你说的眼睛被挖了？这不可能！李瑞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要是还想干，就老老实实值班，别再整这些幺蛾子。要是不想干，现在就说，我让财务给你结工资，1分不少。经理，瑞哥就是太紧张了。您呐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回头啊，我多带带他。哼，下不为例。瑞哥，别站着了，回亭子里坐会儿。你搞我！啥？我搞你？我刚刚出去买奶茶了，怎么可能在电梯里？监控师到奶茶店来回要多久？那中间这段时间呢？你敢说你没去过电梯10几分钟啊！咋了？我买完奶茶就回来了，正好碰见你和经理。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也不知道你来这是什么目的。如果你以为可以把我当傻子耍，那不好意思，打错算盘。我真的就是个普通保安，跟你一样混口饭吃。饭说，到底是谁派你来？真的没有啊，辉哥。没有是吧？不说是吧？啊，瑞哥，别打了，我错了，真不是我的主意。说，谁指使的你？我不知道，有人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吓唬你。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。饶命啊，瑞哥！找你的人什么特征？我们是线上联系，压根儿没见过。给我看！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，我只有他的头像。别让我再看见你。最近一连串的事情似乎都在针对我。我到底忘记了什么？我没记错的话，监控室也是有监控的。果然，孙子没骗我，还真是线上联系，整个过程都没人跟他碰面。不管你是什么妖魔鬼怪，我
我都会让你现出原形。找到你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们没必要闹成这样。你想干什么？可以商量。最后说一次，站住！好，这可是你先动手的，监控拍得清清楚楚，我打死你也不过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不跑了？你跑不掉的。醒了。我在这儿睡着了。说吧，看见什么了？是不是白衣女又来找你了？我记得下午我说过，再装神弄鬼，我弄死你！臭小子，怎么跟救命恩人说话的？什么救命恩人？砸呀，砸下去，可就没人救你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已经被盯上了，不管逃到哪里，他都能进入你的梦。我做梦了？世界上有多少人死于噩梦，知道吗？你是被厉鬼缠上了。有点意思。那你说我要怎么才能摆脱他？我能怎么救你？不救拉倒，我自己能解决。臭小子脾气还挺大，放心，我们清玄观天师不会见死不救的。为什么马经理不承认你的存在？谁是马经理？把我招进来的物业经理。不可能，我就是被他招进来的，工资也是他给我发的。好，既然你说有物业经理，那你见过他的办公室吗？见过他跟其他业主说话吗？见过他拿出任何能证明他身份的证件吗？这是2年前，还有物业小区搞活动时拍的，你自己看看，有没有你说的马经理？原来是你呀！真是让我找的好苦。臭小子，你发什么神经？笑得跟个鬼一样，赶紧回去睡得了。吓死我了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消息也不回？你刚才往汤里放什么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我问你，往汤里放什么？是调味料，我在网上买的。给我看看。你干嘛啊？一回来就审犯人似的。我再说一遍，给我看！李锐，你别这样。那有什么用？
是。这是什么药？谁给你的？是安神静心的中药。我看你这几天总睡不好，做噩梦翻来覆去的，想让你睡得踏实一点。对不起，是我最近太紧张了。李锐，你别吓我，你这几天像变了个人一样，我害怕。为了对付我，你们还真是煞费苦心。等会儿帮我检测一个东西，500。行，没问题。你要出门了？上班。这才下午3点，还没到上班时间吧？工作上有些需要对接的事儿，你别管了。李锐，你能不能快点辞了这份工作？我真的害怕。怕什么？怕你出事儿。我总觉得那地方不太平。这不是有你呢，什么邪祟镇不住，放心吧。行，我走了。具体成分不清楚，但主要成分已经检测出来了。奥氮平，非隐形抗精神病药物，主要用于治疗精神失常。它能阻断大脑中的多巴胺，从而控制幻觉、妄想等症状。但这东西副作用很大，长期服用反而会导致精神混乱、记忆力减退、认知功能障碍。歇了，这事儿别跟任何人说。李锐。这药不能乱吃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放心，我不会有事。这是处方药，普通人根本拿不到。能给你下这个药的人，不是普通角色。说了，我没事。我不是说过，不想再见的。这边工资开得高，我还指着这个吃饭呢。瑞哥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吓唬你了。我给你一个留下来的机会。瑞哥，您说让我干什么都行。从现在起，那个人再联系你，让你做什么，你先告诉我，不许瞒我。要是敢骗我，绝对不会。不管你是人是鬼，我都会把你揪出来。倒是跟老保安给我看的照片相似，但老李也未必就是保安。该做个了断了。跟我走。去哪？你身上煞气越来越重，再不想办法，不出3天，他就能在梦里把你生吞活剥。还愣着干嘛？命不要了！
走。这是哪儿？说是后山，其实是个坟场。你就当是乱葬岗吧。我们来这儿干嘛？当然是为了救你性命。看见那座最高的坟墓，里面埋的是张娘娘。张娘娘生前据说能通阴阳、知生死，本领通天。但她现在已经死了，有什么用？这你就不懂了。平常野鬼压不住白衣女，但张娘娘级别的地仙，随随便便就能镇压。跪下！活命，磕3个头，然后上香。娘娘要是愿意庇护你，香就能点燃。看来张娘娘不愿意，你身上的煞气太重，连她也不敢沾。坏事儿！那座坟里面葬的不是人，不是人，那还能是什么？大妖！快走，别看了，这不是闹着玩的。既然张娘娘不收我，那我就找这位试试。完了，你真的被他盯上了。你小子是真不要命，大妖的坟你也敢拜？白蛇精而已，有什么好怕的？那是神话故事，能一样吗？这东西比白衣女凶10倍100倍。白衣女充其量是个厉鬼，怨气重。大妖是修的，没人性，没感情。你伺候不好，他弄死你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那你带我去拜张娘娘，张娘娘不肯收我，我找别人，有什么问题？张娘娘是地仙，讲规矩的。什么规矩？你拜了她，她也认了你。以后每天你都得上香供血，把自己的血滴在香炉里，直到她满意为止。你一个小娃娃有多少血能让大妖吸？不满意，她就反噬。知道被反噬什么后果？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嘴巴7个孔洞同时往外冒血，哗哗往外喷，你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血流干。那也没办法，总比今晚就被白衣女杀了强。你小子是真不怕死，还是脑子有病？哼，你不是说大妖能压他吗？那就看看今晚他还敢不敢来。保重啊，臭小子！你终于来了。你好像知道我要来，你不怕我？你这么美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就说没什么好怕的吧。那这样呢？果然，跟我想的一样。还不现身吗？袁奇，看你表演这么久，现在终于肯出来了。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来这里之后，我一直很奇怪，似乎公寓里很多地方的布置都在有意无意的针对我。我养你是让你吃干饭的，业主忘带门禁卡，在那儿等半天了。不是，他的影子没有头。胡说八道！一个大活人，影子怎么可能没有头？当时我还不确定，现在来看，这是你们早就商量好了。第二件事，我一直很疑惑，为什么公寓里到处都是音视频装置？我就知道，起初我以为跟那些房间里所谓的怨婴、收租客一样，是用来吓唬人的。
当时我确实被吓傻了，慌不择路。但今天我想明白了，外墙的录音设备根本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。第三件事，也是我一直没办法分辨真假的核心原因，为什么我会遭遇离奇的鬼打墙？你们很聪明，关闭了所有的监控，我没办法回看当晚发生的事。但保安亭里的这个，你总没办法及时清理吧？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，元气？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？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？第一次见你，我就觉得眼熟，我肯定见过你。但我仔细回忆了我认识的所有人，我很肯定我没在现实生活里见过你，但未必没见过你的照片。你找到了我的照片？我对你的名字印象没有那么深，是受到另外一个名字的启发，我才想起来你是谁。马青秋是圆圆生母的名字，圆圆跟我提过，她是重组家庭，有一个异父异母的姐姐，那个人就是你。如果我没猜错，马经理就是圆圆的舅舅马辉业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，为什么我看见404房间会想起圆圆的脸。刚毕业，我身上没钱，圆圆知道我自尊心强，才低价租到了这里的房子。所以到现在，你都只是推断出这些，没有想起任何事情。还不够吗？不够，远远不够！你这个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。别想 PUA 我，我很清楚，我什么都没做。是吗？那如果你把那件事忘了呢？你知道圆圆出事那天晚上，他给我打了几个电话吗？3个。第一个，他说他和你吵架了，你说要是分手就从楼上跳下去，他很害怕，怕你真的做傻事。第二个，他说他不知道该去哪儿，不敢面对你，也不想丢下你回家。第三个，我只听见电话那头有玻璃碎掉的声音，然后电话就断了。所以，当舅舅找到我说要让你付出代价的时候，我答应了。李锐，你恶事做尽，活该给我妹妹陪葬！你怎么能辜负那么好一个女孩？你怎么能？你说的这些，我都不记得。你以为装失忆，做过的恶行就不存在了吗？所以，圆圆真的走了吗？你就是罪魁祸首，你会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觉得自己脑子少了一块，有些画面会突然闪出来，但这些画面连不起来，我怎么拼都拼不全。圆圆是怎么走的？跟你吵架的那天晚上，我妹妹情绪失控，冲到马路上，然后事发之后第一时间我们就找人问了你，结果你说你都忘了，忘记，你也配？原来是我害了你。等等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家里那个圆圆是谁？你说什么？这几天一直在我家给我做饭，等我回家的那个圆圆是谁？你在说什么胡话？圆圆已经死了。我不认识他，你又想搞什么鬼？我知道她不是圆圆，但手机里的照片全被换成了这张脸，微信聊天记录、视频通话截图全是一个人。这不可能，我见过这些照片，这是你跟圆圆拍的，怎么变成了另外一张脸？还有一件事儿，马经理，你舅舅马辉业他人呢？舅舅一直在公寓里盯着你。是吗？那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你见过他吗？有什么事儿他不是总指挥吗？最关键的时刻他不在场。他可能有事。元琪，你好好想想，你舅舅是什么时候找到你的？他跟你说了什么？舅舅，我一定要抓住那个混蛋，让他付出代价。我全都安排好了，你只需要住进去，配合我就行。他说他全都安排好了。红衣女跟老保安呢？也是他安排的吗？你说的这2个人，我不认识。那你去过404房间吗？没有。你知道404房间里有什么吗？你跟圆圆是异父异母，并且你刚回国，对吧？那就说明你根本不认识马辉业。你是怎么确定他的身份的？你什么意思？
袁琪，你确定马经理是你认识的那个舅舅？我们可能都漏掉了什么。你什么意思？挑拨离间？你是怎么认识马辉业的？圆圆出事之后第2天，他主动联系的我。他说他是圆圆的舅舅，马清秋的弟弟，刚从国外回来，要替圆圆讨个公道。你之前没见过他？清秋阿姨再婚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国外了。我跟圆圆是大学才熟起来的。她提过有个舅舅，但我没见过。你凭一面之词就信了？他给我看过身份证，还有圆圆、马姨的聊天记录。对了，你的病历他也有。病历？你有严重的记忆障碍和妄想症，需要长期服药。他给你看的病历是哪家医院的？好像是江市第1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。我会让人去查。现在说说阳光公寓的事儿。他说你害死了圆圆，但法律拿你没办法，他要让你自己想起来，让你这辈子都活在愧疚里。阳光公寓本来就是马姨的，作为马姨的亲弟弟，他有权清退租户，整栋楼就是一个局。具体怎么操作的？4楼以下的所有房间都装了监控，走廊里藏了音响和投影装置。舅舅说找了专业团队设计。那老保安、红衣女，我家里那个圆圆是谁安排的？我不知道。舅舅，你在哪儿？没打通。通了，但没人说话。给我看看，这个号码的归属地是哪儿？不知道，我没查过。走吧。去哪儿？找你舅舅。你不是说他一直在公寓里盯着我？那我们就去找，翻遍整栋楼，看他到底在不在。你舅舅有没有固定的办公室？他说在3楼，物业办公室。这间办公室至少3个月没人进来过。马经理骗了你。跟紧点儿。这肯定是老保安命出来唬人的玩意儿。可是我还是有一点害怕。不怕，有我在呢。我们去看看那个黑影到底是啥。收租客是吧？要我的命当房租？房租是吧？来，你让他收我房租。不是已经把他踩烂了吗？怎么了？也许本来就不止一个。走吧，我们去大堂。门紧，被锁了。什么意思？有人从总控室把门锁了，我们出不去。那边有人，会不会是舅舅？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谁？抓到了吗？已经跑了。等会儿，房间里有烟味儿，有人刚在这里待过。难道是舅舅？人肯定没走远，走，去看监控。是舅舅，他在13楼。走，去13楼。人明明刚才还在这儿。我们被困在这里了。这栋楼肯定有别的出口，不然马经理不可能死掉。别慌，我们再仔细找找。他想干嘛？处理我们吗？如果他真有杀人的胆量，就不会弄出这么多把戏了。先喝水。
你之前说的那个老保安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个人就是老保安。我不认识他。不重要，他的身份我已经有猜测了。对了，你住哪个房间1304，但我没去过。先休息吧，明天继续。我不敢一个人。那就待在一起。进来吧。李锐，我妹妹真的很爱你，我真希望她不是被你逼死的。休息吧。走吧。怎么查？分两路，你去查物业的旧档案，找老保安和红衣女的信息。我去问还没被清退的住户，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。好。大爷，问您个事儿。我是新来的保安，小李。哦，老李呢？您说的老李是？老李在这儿干了好多年了，人挺好的，就是不太爱说话。那他叫什么名字？你什么来着？老喽，记不住了。有发现吗？你看看这个，是不是他？我去查这个人，你继续找红衣女的资料。你一个人小心点，如果发现什么不对，立刻给我打电话。我想让你帮忙查。我又不是警察，这事儿你找我没用。你以前不是在精神病院任职吗？我要找的这个人，也许在那儿待过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李德厚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大妖每天都要收供，你得上山。游戏结束了，李德厚。你叫什么？李德厚，58岁，江市本地人。2019年被诊断出精神分裂和妄想症。你根本不是保安，你只是公寓的租户。臭小子胡说八道！老子在这干了10几年。你真的了解自己？每当夜晚降临，你的病就会让你误以为自己是另一个人。你给我看的物业业主联欢会之所以给你看，是因为当时物业在关照小区里的特殊病人，而你就是其中之一。白天你以为自己是保安，实际上你只是一个精神病人而已。胡说！滚！你给我滚！我可能会骗你，但这个不会。现在，告诉我，那3条规矩是谁跟你说的？3条规矩，记好了，能保命。别的都好说，你怎么会知道白衣女？白衣女是我亲眼见过的。你说的马经理我不认识，而且我确实没骗你。这栋楼早就没有物业了。为什么？什么事儿？我忘了，只记得很多人在哭，在喊。别扯这些有的没的了，看看这个。这个人你有没有见过？邪祟，这个人是邪祟。好好说话，怎么还扯上邪祟了？我不会看错的，就是这个人。
他是邪祟。他做过什么事儿？我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隐隐约约的画面，血，这个邪祟的脸上全是血。这老头子竟然还杀过人吗？不，邪祟画的皮是一个年轻人。年轻，老李，眼睛不要的话可以捐给。你说的邪祟是谁？就是他呀！我见过你，绝对见过，在哪儿？什么时候？头好疼。你怎么了？照片上这个年轻人叫什么？现在他人在哪儿？不知道，我只是以前巡逻的时候见过一面，当时都惊动了治安队。3年前，他残杀了无数生灵。怎么样？基本上能确定李德厚跟马经理那群人没什么关系。马经理应该是最近才来到公寓，而李德厚多年前就是这里的租户。你那边怎么样？人联系上了吗？我给马经理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但都是无人接听。那现在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线索只剩他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走吧。我们从头梳理一遍吧。昨晚你们的原计划是什么？原本打算继续扮鬼，制造惊吓刺激你，勾起你关于圆圆遇害的全部回忆细节，不料计划提前败露，马经理就此莫名消失无踪。计划执行之前，你们还在一起吗？所有举动都是我收到单线指令，只负责执行。马经理原本会守在监控室里，随时观察现场动向。我们可以由果推因，不妨先猜猜看，马经理这伙人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跟我说的目的与我的想法高度重合，就是刺激你，让你想起来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余生在痛苦跟忏悔中度过。是吗？那不如来看看这个。这是……如果常规的精神刺激是为了让我想起来当初发生的事，那么配合药物，他们想把你逼疯。不排除这个可能。或许他们的目的跟你决然相反，是想让我彻底想不起来当初发生的事。对方长期药物加精神布局，本质是要彻底抹除掉我关于过往事件的关键记忆，刻意压制封存真相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只遗失了当晚的记忆，又跟他相处了那么久，按道理说，你根本不认识这个所谓马经理吧？或许是那天我见到了不该见的东西。想要弄清事情的真相，接下来我们有2个方向可以调查。第一，我们从你的舅舅下手，也就是真正的马辉业。关于这一点，你舅舅的身份确定了吗？我把你拍的照片发了过去，我妈跟我说了，这不是舅舅。那真正的马辉业现在能确定位置？我们这边跟马辉业的联系也不是很紧密，经常2、3个月才有一次。马辉业在国内也没什么朋友，我没办法确定他的行踪。但阳光公寓是马阿姨的产业，这个马经理能弄到管理权限，还能在网站上发布招聘，说明他跟马辉业之间一定是有联系的。我舅舅他该不会被这群人绑架了吧？不排除这种可能。往情况好一点去想，也许只是他出去度假了，把钥匙交给这个马经理保管，让他帮忙打理一下公寓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只要找到你舅舅，就能理清人物关系，真相也会越来越近。这个恐怕很难。没关系，还有另外一个方向。3年前的案子，这跟我们现在的事有什么关联？3年前，阳光公寓臭名昭著的虐猫案，当事人何非凡虐猫被发现，被猫主人找上门，结果何非凡被辱骂后激情杀人。真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渣。不过这跟我们要查的东西也没什么关系吧？你再好好看看他的脸。美女，
这么晚了去哪儿啊？昨晚，李德厚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残杀了无数生灵。真乖，宝贝，喜不喜欢你的新项圈？真是美丽的杰作。谁呀？这么美的妞还送货上门，美女，是不是寂寞了？我肯定能满足你。猫呢？元宝，元宝，你把元宝弄到哪儿去了？关你什么事儿？那是我闺蜜的猫，你说关不关我的事儿？我告诉你，你别想假装不知道，我们查监控了，就是你带走了元宝。我只是跟他玩一会儿而已，就放他走了。怎么，你还要报警把我抓起来吗？现在逗逗猫都有罪吗？我是有什么？我说过已经放他走了。你这个人渣！有种再说一遍！我说你是人渣，动物，你就是个变态败类，你这种人就不配活着。一只猫而已，多少钱？大不了我赔你就是。拿钱买命，果然，你就是个渣仔。你这个人渣，我现在就报警，你等着坐牢吧。给我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臭婊子！你这个疯子，你给我等死！你要干什么？贱人，去死吧！小姑娘，你在门口干啥呢？我查了好几个报道，还原出的真相差不多就是这样。13楼那个爱穿红衣服的女孩我见过，原来是这样。人家好好一个姑娘，见到自己的猫被虐，闺蜜被杀，难怪会精神失常，还得了自闭症。所以，这个人还在逍遥法外。报道上显示何非凡已经入狱了，而且是无期徒刑。那我们那天晚上见到的人，五官也很相似，虽然看上去苍老了很多，但我还是觉得那个罪妇跟何非凡太像了。所以那天晚上你们是怎么处理他？马经理跟那个醉汉认识，他跟我说是他找来的演员。好啊，好啊，妹妹住哪儿？我送你回去。喂，能不能松手？跟我来。出息！你这辈子就败在女人身上。李锐那边怎么样了？应该会过来看看情况。他这人挺有正义感的。哼，别对他抱有幻想，毕竟他才是害死圆圆的罪魁祸首。愣着干嘛？赶紧下去！之后就拜托你了。如果那个醉汉真的就是何非凡，那我当时岂不是被杀人犯搂着？后怕是正常的，事情已经过去，就别再想了。现在的情况是，如果他真的是那个人，这件事就不是我们能处理的了，必须马上报警。可我们什么证据都没有，这些都只是推测。
报假警的后果。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找到证据。如果一切如我所料，那我，圆圆，怎么会跟他们扯上关系？你的意思是？圆圆，也许不是死于意外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我现在还不确定，但我很清楚，我不是为了降低什么负罪感。就算圆圆真是被人害死的，那也是我没有保护好。那你说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做？分头行动，你去打听圆圆的舅舅，看能不能找到他的下落。我去调查马经理的底细，看看他还有什么藏身之处。你要的东西，我托朋友从司法系统里调出来。何非凡的判决书还在监狱。1年后，何非凡因为重大疾病被保外就医了。什么病？精神分裂症。鉴定报告上说，他患有严重的妄想症，不具备继续服刑的能力。精神病？我看他清醒得很。还有一件事，何非凡的保外就医手续是一个叫何月的人办的。这个何月是何非凡的直系血亲，他们很可能是父子。何月的照片能帮我找到吗？稍等。你在哪儿？我在查马辉月的出入境记录，有发现吗？情况有点复杂。舅舅他1年前就出国了，期间一直没回来。我想我知道马经理是谁。这不是京市最大的佣业公司吗？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马经理就是何月，粤语物业的董事长。你说什么？这……我知道你可能有些惊讶，但仔细想想，其实很正常。3年前何非凡出事，如果不是他爹何月有这么大的能量，怎么能伪造精神证明让他出狱？还有，不管是当时白衣女追杀我的虚拟人物形象，还是外墙的那些音频设备，哪一个不是造价不菲？光是在阳光公寓布置这些的成本，恐怕就有7位数了。你这么说的话，好像也确实，如果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，阳光公寓的计划根本没办法执行。所以，想要找到马经理，不，找到何月，只要我们蹲在这儿就行。爸，现在咋办啊？他们已经找上门来了，还不都是你惹的祸？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废物？去把他们请上来吧。不行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我躲他都来不及。这样，爸，你赶紧给我弄张机票，我现在就出国。愚蠢！你档案都在治安局登记过，你觉得自己能出境吗？那就偷渡，这破地方反正是不能待了。哦，国内偷渡可只能去东南亚那边，你确定你能吃苦？总比再被抓回去强吧？爸，那里面的日子根本就不是人待的。不急，这件事或许还有转机。怎么可能？他肯定全看到了。那你说，他为什么还没报警？对，让他们上来。小李啊，别紧张，我们又不是第一次见面。马经理，还是该叫你何董，名字只是个代号。你习惯叫马经理，那就继续这么叫。你今天能来找我，说明你知道了些什么。比如呢？比如他的身份，比如阳光公寓的事儿。阳光公寓的事儿太多了，你指的哪一件？当然是3年前的那件事。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，何月。你在阳光公寓找人扮鬼吓我，给我下药，目的是什么？非凡，你先出去。爸，出去。确实是我安排的，那些灵异现象，那些吓唬你的把戏，都是我的手笔。你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谁知道呢？或许你想把我逼疯，让我想不起来那天发生的事儿。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儿呢？难道是看见你杀人？你还是没想起来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对付你？直接找人把你处理掉，不是更简单？我能把集团做到这么大，靠的不是心慈手软。如果我真想让你消失，你不会有机会站在这里跟我说话。我之所以花这么多钱，在阳光公寓布置那些东西，找演员吓你，甚至还给你下药，不是因为我想害你，恰恰相反，是想帮我，给我下奥氮平叫帮我。奥氮平是什么药？你查过了吧？抗精神病药物。你知道什么人需要吃这种药吗？精神分裂、妄想症、记忆障碍。我不是在给你下毒，我是在给你治病。治病？谁给你权利给他治病？小袁，我知道你恨李锐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圆圆出事那天的真相，也许跟你听说的不一样。李锐，你看看这个，这份病历是你出事3天后，圆圆的妈妈帮你挂的号。简单来说，你亲眼目睹了圆圆的死，心理创伤太大，大脑选择性的把那天的记忆封存了。无论是阳光公寓的灵异现象，404房间的布置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你想起来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既然是刺激记忆，为什么要用奥氮平？因为你的病情恶化，最近一段时间，你是不是经常做噩梦，梦见圆圆？奥氮平是为了控制你的妄想症状，防止你在找回记忆的过程中彻底崩溃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它反而是你的救命良药。如果你真的想帮我恢复记忆，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？我说的话，你不一定会信。当然，无缘无故，你凭什么要帮我？我是圆圆的叔叔。什么？别鬼扯！先是冒充圆圆的舅舅，现在又说自己是他叔叔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别激动，我并非圆圆的亲叔叔，只是我们跟马家属于世交，圆圆喊我一声世叔是没有问题。他就是马辉业，圆圆的亲舅舅，甚至我占股的粤语物业，马辉业也占了股。我舅舅人呢？他只是去度假了。阳光公寓是他的产业，若非如此，我怎么会有所有的钥匙？我现在就要跟他通话。你舅舅就是为了躲开现代社会的喧嚣污染，才去太平洋上的小岛度假。别说是我，就算是总统也联系不到他。那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搞错了，我从来没让你们相信我。现在的情况是，我说，你们听着就好。至于相信与否，你们自己决定。好，你说吧。圆圆出事时，差不多半年前吧。除了李锐、肇事司机之外，其实我儿子何非凡也在现场。那天非凡喝了很多酒，一个人走在马路上，圆圆被吓到了，刚好他又站在马路中间，没怎么看路，然后一辆货车开过来，没刹住。非凡当时是想救他，但一切发生的太快了，他还没来得及伸手，圆圆就已经……虽然非凡不用受到法律的制裁，但于情于理，圆圆的死跟他也有关系。这半年来，我和非凡一直很愧疚，很自责。既然没办法补偿圆圆，就尽可能照顾他身边的人。李锐，这就是我帮你的原因。同时，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：圆圆出事那天，你给他发的最后一条信息，还记得吗？你看看，9点50，就是圆圆出车祸的时间。换句话说，他是刚回管我的消息，又看见了非凡，这才没注意到路况。你觉得这件事的责任，你们2个谁主谁次呢？我说这句话不是想让你愧疚，而是告诉你，你们都没有错，只是世事无常，白白葬送了圆圆年轻的生命。可能你不记得了，但我在监控里看过，当时在现场，你抱着他，他还有意识，他看着你说了最后一句话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：“李锐，
我不怪你。这只是一场意外，谁都不想的意外。那为什么还要给我下药？因为你的病情比我想象的更严重，阳光公寓的那些刺激，确实让你找回了一些记忆碎片，但也诱发了你的妄想症状。你开始分不清哪些是现实，哪些是幻觉。你以为下药是为了害你，如果我想害你，你活不到今天。你说的这些，我凭什么信你？这是圆圆出事当晚的事故鉴定书，你自己看。那接下来呢？你想让我怎么做？我也算是圆圆的长辈了，李锐，我是真心希望你能走出阴影，毕竟这也是我唯一能为圆圆做的事。你一直在怪自己，一直在惩罚自己，甚至幻想圆圆还活在世上。如果圆圆知道这一切，你觉得她会开心吗？我需要时间想一想。没问题，你今天先回去，想清楚了，随时来找我。对了，你家里那个圆圆，她是我请的演员，叫小夏。从今天起，她不会再出现。两个蠢货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信他说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他说的话听起来像是真的，病历、聊天记录、事故设定书什么都有，但是什么？说不上来，就是觉得哪里不对。我也觉得哪里不对。他说他是圆圆的师叔，跟马辉业是世交，但圆圆从来没提过这个人，而且圆圆生前最后2年几乎天天跟你在一起。如果有什么世交叔叔，他应该会跟你提过吧？我现在脑子很乱。李锐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我想起来了，什么？何月在撒谎。怎么了？拉东西了吗？小李，你脸色不太好，要不要坐下喝杯茶？我想起来了。想起什么了？全部。我实在想不通，你这样的大人物，究竟为什么要针对我？我之前就觉得我一定是看见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。你刚刚的发言很精彩，几乎都快打消掉我的疑虑了。还好啊，老天有眼，我全部想起来了。你说的没错，那天晚上我跟何非凡确实都在现场，但唯一的不同是，他手里拿着刀。小李，你是不是又出现幻觉了？我跟你说过，你的病……我没病。你一边刺激我的记忆，一边给我下药，目的不是让我想起来，而是把我逼疯，彻底忘了那天发生的事。只要我分不清哪些是真实，哪些是幻觉，被诊断成精神病，就没办法指证。
一派胡言。那天晚上，你看见非凡手里拿着刀，然后呢？刀上有血吗？他砍了圆圆吗？小李，我跟你说过，你的记忆并不可靠，你想起来的那些东西，也许只是你的大脑为了保护你编造出来的。你说的话，一个字我都不会信。来之前，我已经报警了。他往那边走了，你去把他逼到马路上。浩杰，你指控我什么？杀人、包庇、作伪证。你说的这些有什么证据？证据我会找到的。那就让治安家来查，清者自清。你想听一听我到底想到了什么吗？李锐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说实话，你还想不想过了？圆圆，你能不能别逼我？好，李锐，你好样的！但我看见了你。爸，那女的听见我说话了。他看见你的脸了吗？看见了，不能让他走。何非凡根本不是偶遇圆圆，而是去专门杀她的。根本不是想帮我恢复记忆，你是想让我彻底疯掉。因为一个疯子说的话，没有人会信。他听见了不该听见的东西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肯定是关于你们伪造精神鉴定报告的内容，所以你们要灭口。但你们不能直接在公寓里动手，所以何卫凡把他赶到马路上，制造了一起意外。但你没想到的是，我听到了你们的对话，只是当时我急着寻找圆圆，根本没时间细想这些。何月，你罪该万死！你报警了，好，让治安官来查。但你信不信？查到最后，就会发现这只是一个精神病患的臆想。是吗？那你看看这个呢？多亏了我在精神科的朋友，才能拿到伪造之前的报告。这份报告足以让何非凡重回监狱，也能判你亵渎司法公正。我要你带。你以为你手里有这张纸，就能扳倒我？在京市，我何月也称得上是一方人物。这报告我说它是假的，它就成不了真。100万，离开京市，忘了这一切。200万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拿着钱滚！爸，楼下有警车！妈的，你来真的？我们可以谈，你开个价，1000万，1000万够你花一辈子了。你拿着钱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再也没有烦恼。不可能！你确定要鱼死网破吗？爸，李锐，你太天真了，你根本不知道，有些人是凌驾在法律之上的。我倒要看看，在金市谁敢动你。刘局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一点小事儿，不至于。何月，有人举报你涉嫌故意杀人、包庇、非法拘禁、伪造证据、非法使用精神药物等多宗罪名，请你配合调查。从我们进门到现在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在这里。圆圆，你可以安息了。